在2025年的第一期视频，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2024年的经济，并展望一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首先来看一下消费。2024年前11个月，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5%。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 3.5 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其中可能有很大的水分。但将其与今年 5% 的 GDP 增长目标相比较，就能发现24年的消费还是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然后看消费的单项数据，化妆品、金银珠宝、服装鞋帽等收入弹性比较高的产品增长较差，而食品、烟酒等收入弹性较低的产品增长较好。收入弹性是指人们收入增长 1% 的时候，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通常刚需品的收入弹性比较低，而非刚需品的收入弹性比较高。收入弹性较高的产品增长很差，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居民收入在下降，或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比较悲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餐饮消费。2024年前11个月，中国餐饮消费增长 5.7%， 看起来还不错，但这个数据的水分可能很大。比如2024年上半年，中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7.9%， 但同样的时期，中国餐饮企业却迎来了最惨上半年，有超过100万家餐厅倒闭，是2023年上半年倒闭餐厅数量的2倍还多。现实世界的倒闭潮和统计局高速增长数据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同样存在矛盾的还有建筑及装潢材料只下跌了 2.9%， 而今年房屋竣工面积却暴跌了 26.2%。除了消费品零售总额，另一个可以反映消费状况的就是消费品价格指数，因为价格可以反映供需关系。2024年前11个月，中国 CPI 同比增长 0.3%， 核心 CPI 同比增长 0.5%， 这两个数据都严重低于中国 3% 的通胀目标。如此低的通胀数据反映了2024年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看完了统计局美研过的数据，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消费数据。首先要提的就是双11，因为这是每年中国人消费最多的时候。2024年的双11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冷清。虽然各大平台的促销时间从23年的19天延长到了24年的29天，还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但销售额仅增长了 26.6%。如果排除掉统计时间延长的因素，2024年的双11可以说是非常惨淡，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消费的疲软。第二，2024年全年总票房425亿，比2023年下降 22.6%， 比2019年下降 34%， 其中6、7、83个月的暑期档票房只有116.4亿元，创下10年新低。看电影在中国算是比较便宜的娱乐方式，那电影票房的降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口红效应？因为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很多人用比较贵的娱乐方式，比如旅游来替代电影了呢？2024年确实算是中国旅游行业高增长的一年。五一假期，中国境内出游人次 2.95 亿，较2019年增长 28.2%。11假期境内出游人次 7.65 亿，较2019年增长 10.2%， 均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然而，不管五一假期还是11假期，旅游总花费的增长均低于出游人次增长，这就说明大家旅游的平均支出在降低，反映了中国人出行旅游也在消费降级。很好的例子就是去年爆火的淄博烧烤和哈尔滨，这两个地方最大的卖点都是便宜。开菜了兄弟就加4大美人2块钱盘的，小葱豌豆2块芹菜花米2块，白菜丝儿2块，豆丝儿也2块，八斤放在后头呢，慢慢吃。这2块钱一盘，真他娘的便宜。最后最能直观反映消费降级的就是奢侈品消费。2024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也出现大幅下降。咨询公司贝恩的研究报告预测，2024年的中国奢侈品销售预计下滑18%到20%，前3个季度只有 5% 的奢侈品公司实现销售增长。总结一下，2024年中国消费的关键词就是消费降级，消费的整体增长也在拖中国经济增长的后腿。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经济的顶梁柱投资在2024年的表现怎么样。先来看统计局的数据，
前11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3%， 同样在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其中民企投资下降 0.4%， 而国企投资增长 6.1%， 这就是中国正处于国进民退最好的证明。第二，设备更新大幅增长 15.8%， 这点主要是因为政策推动。第三，基建投资增长 4.2%， 今年也开始拖后腿。基建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地方政府，而今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空前的大，远洋捕捞倒查30年，伐木收入暴涨和公职人员发不出工资都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表现。去年万众期待的财政刺激，结果变成了一套给地方政府化债的组合拳，基本没有什么刺激消费的政策。可见在皇上眼里，跟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相比，内需不足根本不算什么。然而，这套化债方案的本质是将隐形债换成标准债，不仅完全起不到去杠杆的作用，还会增加道德风险，进一步恶化隐形债问题。当下，我国中央和地方的总债务余额为70万亿人民币，地方政府隐形债余额为7到11万亿美元。再考虑到中国的 GDP 可能严重高估，中国真实的政府负债率很可能超过官方数据的2倍，并且由于从投资中所获的收益太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80到90%的支出都来自新融资，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债务会持续增长。IMF 估计到2028年，地方政府隐形债会比2022年增长60%。我认为，只要债务问题一天没有缓解，基建投资就很难像过去一样出现10几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逐渐放缓会是未来中国基建的主调。第四，说一下房地产。2024年仍旧是房地产暴跌的一年。根据科尔瑞的数据，中国百强房企全年销售额暴跌 28.1%， 前11个月新房开工面积暴跌了 22%， 房地产开发投资暴跌 10.4%。 今年政府为了挽救房地产危机，出台了史诗级的4级政策，不仅有放开限购、降低首付比例和降低贷款利率等常规政策，还首次允许专项债用于购置土地和存量房。第4季度，房地产市场在最强政策刺激下也开始回暖。然而，在我看来，第4季度的上涨只是短期的，长期下跌的趋势不会改变。原因有3个。第一，总人口在下跌，而且下降的速度远比官方数据要快。第二，中国房屋严重过剩，中国的空置房数量一直是个谜。根据《华尔街日报》，中国目前空置房屋约8000万套。原国家统计局局长贺铿在一次会议中私下说道，中国的空置房多到14亿人都住不完。第三，从房价收入比或房价租金比的角度看，房价仍旧太高。在这个背景下，2024年4季度的房地产销售回暖在今年很难持续。总结一下，投资一直是过去中国高增长的主要引擎，但也正是过度投资，使中国陷入了当下的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接下来看2024年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进出口。先来看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在2021年，中国出口突然暴涨，然后就保持在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2024年的出口仍旧强劲，按人民币计算，前11个月出口增长 6.7%， 进出口增长 20%。在这里我之所以用人民币来计算，是因为中国的 GDP 增长也是用人民币来计算的，这样方便对比。分单项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分化。一方面，对消费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出口增长并不乐观，比如对亚洲的出口增长为 7.8%， 但对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出口却下跌 2.2%， 对韩国出口下跌 1.1%。类似的是，对欧盟出口增长只有 3.8%， 对美国出口增长 5.1%， 均低于总出口的增速。另一方面，对东盟和墨西哥的出口增长非常亮眼，分别高达 12.7% 和 12.3%。出口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美国、欧盟的消费能力肯定要远远高于东南亚国家，出口给他们自然也更容易赚钱。比如2024年，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额要远远高于美国，但进出口却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且卖给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肯定要比卖给发展中国家高很多。因此，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低增长非常不好。
这种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是中国出口企业绕到第三国来应对制裁，比如为了应对川普的贸易战，许多中国企业先把产品出口到和美国签有贸易协定的墨西哥，再出口到美国，从而躲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2024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为2018年的3.14倍。第二点是供应链转移，比如苹果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并计划将电脑和手表的生产转移至越南。类似的还有三星、惠普等等。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跨国企业认识到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比如疫情时期中国突然封控，或是地缘政治摩擦而引发的各种风险。只不过供应链转移只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并非完全的去中国化。比如苹果也只是计划在长期将中国之外的产能比例增加到30%至40%。毕竟印度和越南想在制造业追上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至于2025年，中国出口最大的黑天鹅无疑就是川普。目前，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约为20%。根据最新消息，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将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尽管华盛顿邮报也在近期表示，川普可能只针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但川普和皇上本身就是2个定时炸弹，如果双方没谈拢，新一轮的贸易战也不是没有可能再次上演。川普甚至有可能围堵中国通过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绕道进入美国的商品。但不管怎么发展，2025年的中国出口肯定会面临更多的压力。看完了中国2024年的经济数据，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2024年，甚至是过去10几年的中国经济，那就是过剩。过剩的意思是供给太多而需求不足。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家公司，最容易出现过剩的情况就是生产了太多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中国几乎所有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都跟过剩有关，比如房地产危机，正是因为建造了太多市场无法消化的房子，才会有了数不清的空置房。当房子无法卖出去的时候，房地产企业债务暴雷和烂尾楼也必然会随之出现。再比如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建造了太多市场不需要的基建项目，才会导致这些项目无法产生足够的收益，结果就是地方债务越积越高。随着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弱，中国政府又开始大规模的扩展工业生产，结果又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PPI 同比最近2年持续为负值。庞大的产能虽然为出口带来了高增长，但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欧盟在2024年开始了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川普在上任后对中国加关税也几乎是板上钉钉。面对国际围堵，中国向世界倾销过剩产能的道路也难以持续。当房地产或基建这样的庞然大物开始收缩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导致就业市场严重过剩。这也是当下中年失业和年轻人难以找到工作的本质原因。就业市场过剩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入下降，再加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中国人的财富蒸发，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差，消费降级变成了趋势。那么2025年的中国经济应该如何破局呢？第一招就是发钱刺激消费。刺激消费的好处并非是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老百姓手里有钱之后会把钱花在自己需要的地方，钱流入越多的行业就会得到越好的发展，让经济回归市场分配的道路。然而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这条路皇上不会选。那第二招就是有一个新的支柱产业出现，这个产业必须足够庞大，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和就业岗位，还有可以快速的发展起来，最好还可以出口，并且不会被制裁。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这有点天方夜谭，但还真有那么一个产业，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一猜是什么，我会在下期视频揭晓谜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